叮叮卡卡，你好 ，C 哟，你好，我是德廷。今天呢就要来继续的聊 Lucas 的这个事件哦。原本没有要拍关于 Lucas 的影片了，因为我觉得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呢，一直持续的有非常多的人继续 inbox 我关于Lucas 很多的一些消息啊、更新啊等等的。然后因为我真的是回复到有点太累了，所以我在这里就一次过的就拍影片，向大家说我的对这件事情的真实的想法。整个影片呢是纯粹我个人的想法哈，是非常的主观的，所以呢，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可以先离开先，对 ，OK 离开了哈 ，OK 好，谢谢。那留下来的就可以继续的听我说这样子。非常多人传给我很多所谓的打假的证据，就是说他们觉得第一名女友、第二名女友和第三名女友呢的证据都很假。最常看到的就是这一张沙发照片，因为三嫂的 po 文里面就有发出了所谓的床照嘛，那大家都说，这个呢是来自 VV 的宿舍的，那个他躺着的玩偶呢是 Bella 的玩具，就是他的狗狗的玩具。但是大家仔细看一看啊，那个沙发虽然是灰色的，但是那个质感完全就不一样啊！那个 Bella 躺着的那个是有线条的，但是 Lucas 躺的那个是完全是平滑的，而且那个玩偶的话大家看虽然是看起来一样，但是你仔细看的话，他的手的那个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圈起来的部分，就是那个他的手其实Bella 躺着的那个他的手啦是有那个白色的，但是呢 Lucas 躺的那个是毛的，所以非常的牵强，所以这个证据并不能代表什么。那么另外一个打假证据呢，就是其中一个 chat 里面 Lucas 就有 send 的那个即时定位给对方嘛，然后最后显示呢是海底捞，但是呢大家发现说，其实那个地标呢是没有海底捞的，而是在一个高速公路上面。可是就算证明了又如何呢？这个证据就算是假的，但也并不能代表什么。然后很多人说二嫂的这个 po 文非常多修图的证明，像是凌晨的晨写错啦、P 错啦，或者是大家用尺量的时候有歪掉啦等等，我都看完了，但是这并不能代表什么，各位，因为现在的重点是 Lucas 已经亲自承认错误了，就是他自己实锤了，就算前面的3个证据可能是假的都好，再多破绽都好，可是 Lucas 亲自道歉了，他亲自承认错误了，而且他这一次的道歉信并不是为了造成困扰而道歉，而是犯下错误而道歉。大家仔细读他的信，他第一句就写了，在这里我诚心的向因为我的错误行为而受到伤害的人们道歉。他承认他的错误了。那这时候很多人都会用一个说法说，SM 的做法通常都是先按你的头道歉了，然后之后才慢慢澄清的。因为之前像泰荣或者是 EXO 的 Chaeyoung 都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呢觉得就是 SM 逼他的。但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 ，Lucas 就要回归了耶，而且现在 Lucas 在内地捞非常多的钱，就是非常多的综艺，所以我觉得 SM 身为一个商业集团来说，他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的所以 Lucas 应该是有犯错的。非常多人说，那么阳光的大男孩人设那么好，而且很多工作人员都说他是受人喜爱的男孩，相信他应该不会犯这个错的。但是在我的看法认为说，受到工作人员的喜爱，以及同时在恋爱中跟多位女孩发生关系，这2件事情是同时可以进行的。对，因为身边的朋友也遇过这种渣男，通常渣男他们真的会讨人喜爱的，所以性格开朗就不代表他不会在恋爱中跟多位女生同时谈恋爱，你知道吗？关于 Lucas 在背后一直去嘴他的队员，一直说队员的坏话，那么我觉得这个呢就有一些夸大的成分了。这个事情因为他完全是没有证据，所以呢他只是对方可能单方面的说辞，所以针对他嘴炮友包括就是抱怨说他的组员因为帅而出道啦，然后没有实力啦，然后抢了他的时尚资源在拍 Moonwalk MV 的时候跳错舞，然后连累他等等的，我觉得这些都是有一点添油加醋的成分另外一个让大家很愤怒的事情，就是传闻说 VV 的工作人员就是威胁 Vinvin Bar 以及Ten Bar， 就是做了很多逼他们做一些事情，甚至是说对 Vinvin 的粉丝后援会说，如果你不照我们的这样做，我们很难对 Vinvin 做一些事情你们必须配合我们去捧Lucas 的大脚这样子。但是对我来说，这些就只是 VV 工作人员的事情，你知道吗？就是他们的确是做了坏的事情，但这件事情不能算在 Lucas 头
上吧，就是一单要还一单啊，对。很多人都说，可能是有预谋的陷害，因为毕竟大家有看我上一支影片的话，就是有一个预言的 account， 它就是说Lucas 即将会出事嘛，所以可能是这3个爆料都是有预谋的，而且刚才我讲的就是证据很多都看起来很假，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个重点，就是 Lucas 已经实锤了，所以我们已经不能讲什么了，他未必做过那3件爆料里面的所有事情，但是呢。他一定是犯下了什么错误，所以让公司及时的去止损，然后叫他出来道歉，就是以免就是更多可能更黑暗的爆料出现这样子。所以在我看来是不用再为他澄清，不用再为他洗白了，因为他自己已经承认错误了。但是那个错误是我们还不懂是什么。那在我认定当中 ，Lucas 现在是犯错了嘛？那接下来的下一步呢，就是让粉丝去决定你要不要去原谅他。对我来说，我在我的 IG 上面就有 po 了一个文章，我就说先声明啊，这个是个人的意见啊，未必是三观很正，也未必是普罗大师所推崇的那个真善美的这个三观。OK， 大家如果不想听的话，可以这个时候又可以离去。OK， 好，留下来的我就继续说。我就说，你知道世界上最脆弱，可是又最坚固的感情是什么吗？那就是追星一族对偶像的情感。上一秒你说有多爱就有多爱，但下一秒偶像一爆丑闻你就脱粉并且回踩了。所以是不是三观很正，从来没有犯过错的人才值得被爱呢？犯错的人难道连认错改过的机会都不被允许吗？在感情中的纷纷扰扰，是我们审判一个人好坏的标准吗？当然我没有要偏袒 Lucas 这种渣男的行为，或者是欺骗粉丝，或者是人设崩塌的这个行为。但是呢，我觉得在我的认知当中，我觉得感情世界是没有谁对谁错的，通常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因为在恋爱当中，如果当初Lucas 跟你要礼物的时候，你可以拒绝啊，但是他想要，他敢要，然后你也肯给。当然，骗人是不对的，花心是不对的。同时进行多样的关系也是不对的，但是你换一个想法去想，如果今天有一个非常丑的男生，或者是你不喜欢的男生去追求你，你愿意跟他交往吗？你不会吧？就是他要骗你也骗不到吧？所以 Lucas 的确是渣男，他就是骗了很多人，同时进行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到滔天大罪，没有到判他死刑吧？花心男难道真的要被判死刑吗？我是有点的那种感觉。当然你可能讲我三观不正啊，他骗女粉丝而且他失联但是在我认知当中，我觉得粉丝是一个很矛盾的生物来的哦。很多人都是讲啊，谁谁谁是我的老公啊，谁谁是我的男朋友，但是他们真正做出这件事情失联你的时候，你却觉得他们犯罪了。为什么嘞？因为他失联的不是你啊，对不对？讲真的一句，就是人性来讲的话，就是很自私的来说，因为他失联的不是你，如果他今天失联的是你，他跟你谈了恋爱，哇，你整个故事就是一个浪漫的偶像剧了，而不是那种被爆出丑闻失联的丑闻，对不对？在我的观点来说，偶像去失联粉丝，我不觉得他是一个大错啦，我不觉得是一个错啦。在我的世界观来讲，因为我觉得他只是一个偶像，也是人嘛，为什么他就不可以去认识朋友嘞？当然，如果涉及到那种我利用你的感情而骗你买礼物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的确是错的，但它还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没有人能够逼你把你的钱掏出来的，你懂吗？那现在我讲，你买礼物给我可以吗？买，我要海底捞，你请我吃海底捞好不好 ？OK 吗？明天我们去海底捞，请我吃。但是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话，你就不会请我吃海底捞啊，你知道吗？是他还是有那个喜爱的存在的，即使是欺骗的，但是当下还是有恋爱的感觉的。他比起吴谦和比起那个天天向上的那个主持人来讲，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比较小的事情。他纯粹他犯下的错，你知道是什么吗？他的人设崩塌了，他做了不切实际的那个人设，然后让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好男孩，最后他是骗人的。那第二就是花心男的这个罪名，然后我觉得后来很多人就是狂踩他的，都是添油加醋的，所以现在就是一旦传承了，大家就一直疯狂的丢石头落井下石。我觉得他们的感情事情，
不需要我们去公审，他从来也不是你的，当然你可以选择脱粉回踩，那是你的事情。但是这纯粹是我的观点哈。然后最后我就在我的娱乐圈 po 说，这几天的事件呢，教会了我们，再怎么喜欢偶像，也不要赌上自己的生活。偶像始终只是活在荧幕里面的人，不要把他当人生目标，不要把他当生活的重心，不要对他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如果有的话，那只是你以为的完美。最后我就想说，愿我们都能在自己各自的道路上修完自己的功课，成为理想中那个善良的人，就大概是这样子。所以，那如果你目前问我来说，你选择原谅 Lucas 吗？目前我是暂时完全是没有好感了，对，就是觉得他就是一个人这样子。对你问我的话，我会觉得他退队是一个对的选择。如果现在退队对整个大队，就是跟 NCT 和 VB 来讲，都是一个最棒的选择。那还有人问我说，德廷，你觉得 SM 为什么不要让他退队啊？那在我的观点呐，通常 SM 的做法就是，如果你犯的错不是那种滔天大罪，不是那种受到法律制裁的罪，通常他们都会先叫你休息一阵子，然后再让你回归的。难怪很多人说 SM 是适合养老的地方，因为你一签了就代表终身的饭碗。当然，他可能之后也会宣布退队啦，我不知道，因为这是公司的决定。但目前来讲，他是没有退队的啦。以上就是我的观点，那不知道你的观点是如何呢？欢迎你继续的跟我讨论。那以上呢，纯粹只是个人言论，不代表所有地方的这个立场，纯粹是代表德廷的这个立场哈。对，就身为一个人去看待这件事情。所以希望大家还是有自己的这个审判能力，不要因为我的话而去相信什么事情，不要因为我说了什么而影响到你的判断事情的东西。OK， 大家理智追星。那你赞同的你就赞同，不赞同的也欢迎你在留言底下跟我讨论。那如果你要比战的话，你赢。OK， 你赢。OK， 我是德廷，爱你不听，我们下次见了，拜拜。